男性选手名叫安凡，他热衷于野外探险，对自己的颜值和实力充满自信。接下来登场的女性选手是小迪，一位经验丰富的护林员，在野外生活中游刃有余，擅长盖房子、生火等生存技能。她适应各种极端环境，是女性选手中的天花板存在。小迪的身材堪称完美，安凡对她能否吸引自己产生了疑虑。然而，当安凡看到小迪时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自信瞬间受到了挑战。安凡的朋友也感到惊讶，起身向小迪敬礼，而小迪则表现得非常淡定，展现了老练的风范。两人携带着有节目组提供的道具，其中包括熟悉的菜刀和饭盆。根据地图指示，他们需要沿着河流向下游前进，选择适合搭建营地的平坦地带。由于时间紧迫，他们迅速出发，希望在天黑前完成庇护所的搭建。在路上，安凡一直试图与小迪搭讪，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已经考虑好了。然而，小迪对这位年轻的搭讪者并不感兴趣，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，让安凡无奈地闭上了嘴。两人一路走到了悬崖边，为了赶时间，他们决定执行一场惊险的双人跳水。上岸后，他们发现一片密林，决定在附近搭建营地。安凡专心研究如何搭建房子，而小迪则收集物资准备生火。在一下午的努力后，他们最终搭建了一个简陋的小帐篷。小迪展现出在野外生存的高超技能，但当夜幕降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破了他们的宁静。惊醒的两人急忙将火堆移到帐篷下，而小迪事先围好的石头圈起到了一定的防护作用。为了防止火堆熄灭，两人守夜到天明，可大雨持续不断，庇护所开始漏水，迫使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。为了保持火源，他们必须解决漏水问题。安凡砍树完善庇护所，而小迪则收集苔藓修补屋顶。尽管简陋，但帐篷终于变得相对安全。计划在雨停后出去打猎的两人，却发现雨势愈演愈烈，不得已只能守在火堆旁。由于连续未眠，两人的精神状态变得疲惫，但他们仍然坚守在火堆旁，期待着机会来临。在这场大雨中，庇护所有了被水淹的风险，但两位选手依然决心坚持下去。即使局势看似不利，他们只能顺应天命，看看老天是否会眷顾。经历了2天2夜的折磨后，第3天早晨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。安凡曾濒临崩溃，渴望退出比赛，但小迪一直在旁边为他加油打气。在小迪的鼓励下，安凡决定再次拼一把。两人决定一起出门打猎。不久后，发现一只响尾蛇，小迪果断出手，成功制服了蛇，保障了晚饭。为了晾干庇护所的木头，安凡拆除了帐篷，在阳光下晒干后重新组装。小迪则深入森林采集食材，回营地分享了他对蘑菇的独特烹饪经验。安凡在他的鼓励下，将简陋的帐篷改造成了豪华木屋，充满了他的个人风格。此时，他们发现了煤炭，为晚上提供了持久的火源。小迪意外发现黑色的石块证实是煤炭，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重要资源。他们逐渐适应挑战的生活，越来越有信心。小迪回营地后分享了炖蘑菇，安凡满足地品味着美味，感慨有如仙境般的对饮。为了多样化口味，安凡决定出门打猎，成功捕捉到一只球鱼。小迪则负责采集蘑菇。回到营地后，他和安凡共享了美味的食物，展现了他们的团队默契。他们不仅享受了美味的烤肉，还品尝了新鲜的鱼和小龙虾，让整个求生经历充满了欢笑和挑战。时间来到第20天，他们准备迎接撤离的日子。充实而美好的经历将成为难忘的回忆。时间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天，他们深知再住下去，迟早会把整座森林吃空。安凡和小迪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地图上标明这附近可能会有大型野兽，因此他们走得异常小心。经过20多天的坚持，他们绝不能在这最后一步失败。二人在森林中翻山越岭，心怀即将到手的奖金，充满着奋发向前的动力。翻过最后一座山崖后，他们终于看到了节目组的车，获得了挑战成功的喜讯，并领取了节目组的10万美元奖金。在这21天的奇幻时光里，安凡瘦了足足26斤，而小迪也不例外，瘦了22斤。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回到酒店，好好补充蛋白质了。这次的求生挑战不仅锻炼了他们的生存技能，也成就了一段难忘的冒险经历。